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旅行自然中文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？比如你说谢谢，对方说没事，但你感觉好像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哈哈，有，我完全明白你说的。我第一次听到时，真的有点困惑。对吧？明明是没问题的意思，为什么听起来又像有点不开心？没错，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了。这就是旅行时自然中文的魅力。没错，那些书本里学不到的表达。比如在商店买东西，问价格。或者问路，听当地人说话。他们用的词语感觉很不一样。是啊，不只是词语，还有语气。有时一个简单的意思就很多。对，我记得有次问一个老人，他只说了走那边，手一指。哈哈，非常直接，非常生活化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自然中文。它不是标准发音，也不是广播腔，而是大家平时怎么说话的样子。没错，带着地方口音和特色。第一次听，可能需要适应一下。是啊，比如南方和北方的口音，听起来真的感觉是两种语言。但你听懂后会觉得很有趣，还能学到很多文化的小细节。我觉得旅行是最好的学习机会，在实际场景中强迫自己去听。对，比如点菜，光看菜单不够，你要听服务员介绍特色菜。没错，可能他说的菜名不一样，或者描述的方式很生动有趣。还有砍价，那个语言的艺术啊，不只是数字，还有表情和语气。哈哈，砍价真的是语言大挑战。你得学会说再便宜一点吧。或者我们是老顾客了这种，即使是第一次去，也要这样说。真是这样，这就是生活经验啊。这些中文书里真的很难学到，他们是在对话中自然出现的。你和当地人交流的越多，学得越快。是的，一开始可能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大胆说出来，进步会很大。哪怕说错了，也是一个学习点。别人会纠正你，你就记住了。所以，下次旅行，大家别怕说，去感受真实的、自然的中文吧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哎，等一下，大明，我突然有个点子冒出来了。哦，什么点子让你这么兴奋？就是关于道别和谢谢。确实有很多方式表达。比如饭后会说慢走啊。对，还有路上小心之类的。这些都是书本里没有的日常。没错，非常地道，非常生活化。我有次打车，司机师傅说一路顺风。哇塞，他真的太热情了。你当时有没有被感动到？有啊，感觉特别温暖。就是这种不经意的小细节，让人觉得很有人情味。这也是中文的魅力所在吧？对，不仅仅是语言本身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。
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聊聊请客。你知道抢着买单这个习惯吗？哈哈，这我可太了解了。那简直是肢体语言大战。是啊，手一定要比别人快，不然就显得你不客气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的热情。表面上是推让，心里却很开心。真的，第一次我还以为他们生气了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，咱们该怎么礼貌地抢呢？我觉得要看关系亲疏。熟人就直接拿手机扫码。哈哈，快准狠，是吧？这不光是说中文，更是懂文化。是啊，有时候一句简单的"我来"就能表达出很多心意。还有就是，他们喜欢叫你哥或者姐，即使不认识。没错，这是一种拉近距离的方式，听起来特别亲切自然。但你不能真的叫他们哥姐，那样反而会显得不礼貌。哈哈，对，这就是中文的微妙。同样一个词，语境很重要。哇，这太有意思了。说到微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。是什么？听起来很有挑战性。关于如何委婉地拒绝别人。那可不是直接说不哦。哎呀，这个确实更高阶了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听起来很有趣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关于中国人送礼的学问。哦，送礼，那很有意思。比如，如果你收到一份礼物，但你真的不喜欢，怎么办？哈哈哈，这个情况很真实。直接说不，肯定不行。是啊，那样太不给面子了。我们通常会说你太客气了。或者怎么好意思收你的呢？对，这是一种礼貌的推辞，但心里是很想收下的。哈哈，这真的很难理解。还有人会假装推辞一下，让对方多劝几次才收下。哇，原来这里面也有很多讲究啊。我记得有次朋友送我条鱼。哦，听起来很有趣，是活鱼吗？是新鲜的，我推辞了3次。结果他非要给我，我就收了。这很正常，表示你的谦虚。接受时也要说谢谢，很开心。原来如此，这里面真是大学问啊。那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？我觉得重点在于表情和语气，要表现出惊喜和感谢。没错，真诚是第一位的。说到送礼，你知道礼尚往来吗？知道，就是你给我，我回给你。对，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，也是维护人际关系的方式。所以收到礼物要记下，以后有机会也要回赠。对，但不能马上回送哦，那样显得你急着还人情。哎呀，这个细节我不知道，所以时间点也很关键。是的，最好是过一阵子，找个合适的理由回赠。比如说过年或者他生日。对，或者他帮了你一个忙。
送礼表达心意，顺水人情。哇塞，这真的太复杂了，感觉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哈哈哈，中文就是这样。不过还有更难的呢。哦，听起来好像还有更难的挑战。比如，如何优雅地请人帮忙。对，尤其不能直接说帮我。那要怎么开口呢？比如，先问你最近忙吗？哦，试探性的问候。是的，先表示关心。这跟送礼的委婉很像。对，中文很讲究含蓄。直接要求会让人不舒服。那万一对方真的很忙呢？就可以说那我再想想办法。真是门艺术啊。我有次搬家就遇到了。我朋友主动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他没等你开口就说了。对，那感觉特别温暖。这就是朋友间的默契吧？是的，互相体谅很重要。如果是新认识的朋友呢？那就更需要委婉一点。哎呀，这尺度真难把握。哈哈，实践多了就好了。你觉得不情之请合适吗？这个词很有礼貌，但用不好会显得客气过头。那大家平时怎么说呢？通常会先铺垫一下。比如，我有个小问题。哦，先降低重要性。这背后是面子文化。面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个人社会地位和尊严。请人帮忙，不能让人丢面子。怕对方拒绝会尴尬吗？有这层考虑，更怕为难人。哇，原来还有这么深层含义。对，中文处处是学问。我以前直接说帮我拿，感觉朋友有点不高兴了。他可能觉得你不尊重他。哎，当时真没意识到。没关系，慢慢学就会了。看来我在中国还要多练。哈哈哈，要适应新规则。是啊，这可比语法难多了。但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我现在更想知道了。不过，还有一种情况。如果是领导请你帮忙呢？哦，那又会有什么不同？哈哈哈，那个更复杂呢。哈哈哈，那个更复杂呢。哦，具体要怎么说呢？对领导，礼貌要更高。哇，这真是够客气的。比如，您看我方便吗？这个细节很重要。对，要体现出尊重感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老外。哈哈，他遇到了什么？他直接对老板说拿一下。天啊，老板会生气吧？老板只是愣了一下没说。但心里肯定不舒服了。职场讲究一个面子问题。这跟上次的道理一样。是的，不能让人下不来台。面子在中文里太重要了。有时别人请吃饭也算。请吃饭还有这样的讲究？拒绝要委婉，给足面子。哎呀，
这真是太难了。可以说下次我请您。哦，这样就圆滑多了。如果遇到更紧急的事，你会怎么开口求助呢？我可能会很着急。紧急也要保持好礼貌。有没有更委婉的说法？可以说麻烦您耽误几秒。哇，连着急都有技巧。对，中国人很怕给人添麻烦。哦，所以才那么客气。把不麻烦别人当美德。我以前总觉得不好意思。那是正常的文化差异。要怎么才能自然一点？多听本地人怎么去说。我常常在脑子里想半天。慢慢就会变成你的习惯。我觉得我会加油的。还有一种情况也很有趣。哈哈哈，又是什么呢？如果是长辈让你帮忙。哦，那和领导又不同。对，那种情感更复杂。比如说，在家里请长辈。亲戚朋友间的帮忙吗？不完全是，还牵扯到感情。哇塞，这听起来更深了。里面有很多文化默契呢。下次我得好好问你。下次我得好好问你。哈哈，这可是个大学问。是啊，听起来就复杂。你看，长辈帮你做事，我们该怎么表达呢？不只是谢谢那么简单。还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要考虑他们的面子啊。面子跟帮忙有关吗？你要让他们觉得舒服。哦，这和领导很不同。对，更多是亲情感。那么，朋友之间呢？朋友就更随意一些。但也不能太随便吧。分关系深浅的。真是每种都不同啊。这就是文化有趣的地方。学习中文真有意思。是啊，细节藏着学问。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。比如今天这个帮忙。对，它超越了语言本身。它关系到人情世故。所以要多观察才行。多听，多看，多感受。没错，这才是真学习。才能说出地道中文。哈哈，我要努力实践。不用着急，慢慢来。但是这些真的很有趣。我也觉得受益匪浅。发现中文的魅力了。对，就像发现新大陆。我们的听众肯定也是。希望他们有所收获。对，今天聊得真不错。是啊，时间过得好快。每次都意犹未尽呢。这说明聊得深入了。今天我们聊到求助的学问。关系不同，表达也不同。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在中文世界里，怎么表达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也许你的分享会帮助别人。下次我们聊聊客气的文化。看看这其中又有什么讲究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